为什么偏女性化的娘娘腔男星会在中国大陆受到追捧？为什么中国男性普遍女性化而不阳刚？为什么文弱书生的传统形象是主流？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读到的是男性的女性化与中性化这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男性的女性化与中性化。中国男性有女性化的倾向，这可能是阴茎阶段上的固执所衍生的现象，因此也可能是一种潜伏的同性恋倾向。不过说它是儿童化的倾向表现倒是可以肯定的。的确，身材纤小、皮肤细嫩、胡子还未长出来、声音尖细的男童是相当女性化的，这个倾向与同性恋的倾向并无冲突之处。长久以来，中国男性的主要形象就是白面书生，在京剧、昆曲和其他戏剧中的扮相总是唇红齿白、面泛桃花，而且总是用尖细的女声来演唱。这类女性化的男性往往是没有什么男儿雄风的，例如像在《白蛇传》中的许仙一类的角色，或者是《儿女英雄传》中的安公子一类的角色，在女的面前往往是又哭又跪又跌落在地，并且口口声声娘子求饶。像这一类的角色在别的文化中恐怕是没有什么销路的。对中国女性来说，如果不是被挑起了母性的怜悯心的话，就可能是倾心于一个女性化了的她，也可能两种成分都有。甚至到了现代，在中国人拍的电影中，能够令人产生代入感的男主角色仍然保留有白面书生或文弱书生的影子。这类角色多半以面庞姣好取胜，不一定要具有什么性格，甚至是性格柔弱。港台的电影或电视剧男主角向来如此。至于中国大陆的电影、电视剧，也是一些没有多大个性的面庞俊美的男角色。这类演员，国内人以奶油小生称呼之，甚至近半国内的电视新闻广播员要找漂亮的人充任，也找上了这类角色。像中国人这种女性化了的男性，往往是被弱化的男性，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善哭。固然善哭不一定就是被弱化了的表现，也可以是性情中人。而且在中国这个人性化的文化中，心总是很容易被牵动，因此中国人拍的电影中很多都是以眼泪攻势来赚人热泪的。然而善哭也可以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是一种无助感的迹象，而中国男性往往在公开场合也不避这种表现。例如在银幕上遇到恋爱的阻拦，又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就泪痕满面。事实上，在中国文化里，不只是小老百姓的男性中有这种表现，甚至连大英雄的形象中也不避免眼泪的因素。虽然说英雄有泪不轻弹，然而像《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及《水浒传》中的宋江，就常常出动到眼泪攻势，再加上下跪攻势去屈服对方、控制对方。这类攻势也只有在人情化的文化中才会奏效，能够屈服别人、控制别人，似乎不能算是弱者。然而中国文化正是允许弱者去消灭强者的。中国人认为最高明的取胜之道是知其雄，守其雌，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弱者道之用。因此在楚汉相争中，力拔山西齐盖氏的楚霸王项羽并不是胜利者，最后夺标的却是属于与刘备以及宋江同一类型的刘邦。在历代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中，胜利者往往也是宫廷中的太监。在现代中国群众专政的产品主义底下，胜利者也是跟大家一样的随大溜者，而被消灭的则是出类拔萃者。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发生的现象中，优胜劣汰并不一定是常规，反淘汰的情形也是常见的。例如让劣币充斥市场的话，就会逐渐将良币淘汰。然而中国文化之特异之处，正是在于将这种情形制度化了。同属于远东文化的日本，其男士的雄风就要比中国男士振作。究其原因，除了将妇女地位放得比中国妇女更低之外，
也可能与他们具有武士时代的背景有关。当然，更深的原因根植于文化对人的设计之中。事实上，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就是阳刚的、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式的，而不像中国人那般是阴柔的、女儿怀念母亲似的、满腔热泪的。在传统时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当然全部是男性，然而这个阶层越到帝制后期，就越有趋于女性化的倾向。中国的武士时代已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结束，秦汉以后，文士就开始抬头。虽然文士的真正分途是要到了唐代以后，从宋代开始，中国的专制主义又往前跨了一大步。因此，不只是中央对地方采取了有效的强干弱支的政策，并且还在文武分途的基础上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这一措施也是有其社会基础的。中唐以后，能够向皇权挑战的士族大多趋于衰微，中国朝平民社会的方向发展。因此，由君主设立的科举制度就开始成为制造士大夫阶层的主要渠道。这种安排于是就在士大夫的心理上造成了皇恩浩荡的形式。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夫纲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士大夫阶层不只是将皇帝君父化，并且还将自己妾夫化。唐诗宋词里有大量作品可以佐证这一点。到了明代，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士大夫与君主的斗争采取的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士大夫阶层的被女性化反映在白面书生这一个文化主流的男性形象之上，这个倾向甚至到了现代仍有遗留。的确，即使在今天，不少知识分子仍然是文弱书生，甚至政治的领导阶层也反映了这个倾向。比如毛泽东就有一点轻微的女性化气质，而周恩来在搞学运时也曾经以反串女主角的方式登台演话剧。显然，中国男性的女性化也与阴阳调和的和合原则有关。的确，在中国这个搞太阳中有少阴，太阴中有少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中，雄性的原则与雌性的原则也是相互渗透的。这种阴阳调和与中国人的和合人格其他方面的表现也息息相关。正因为中国男性在二人关系中不能过分地表现攻击性，因此往往搞到像女性一般被动。也正因为代际间的和合，下一代不能够完全成长，才保留了大量儿童的纤弱气质。在西方文化中，雄性原则的 logos 与雌性原则的 eros 是倾向于两极分化的。总的来说，西方文化让不同的事物尽量分化与个体化的深层结构仍在发挥作用，因此常常出现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倾向。问题在于，西方人即使矫枉过正，也是在尽量表现个性。中国男性的阴阳调和却往往导致没有个性的表现。在国内的女性身上，以情为主导的阴性往往是力量的表现，但是男性的生理构造不同，如果在情的表现中，性的冲刺过分微弱，就会变得连情都不敢表达，结果就造成了整个生命力的窒息。笔者在国内时，常常听到国内女性对本地的男性看不上眼的说法。事实上，中国男性的一般形态是中性化，中性化也是阴阳调和的表现。面目姣好的男性总是属于少数，因此白面小生纵使是男女都喜爱的主要形象，大部分男性的阴阳调和的结果却是以中性化的面貌出现。这种中性化倾向不只是表现在身体形态与外观之上，主要是表现在心理状态中。除了社会制约不到的坏人、坏行为、坏表现、坏口吻之外，一般好的中国男性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散发吸引异性的魅力，即使在人伦性很明确的男女关系中，也表现为一种不见七情六欲的好，也就是照顾对方之身的那种好人法。因此，中国男性十分缺少男性的味道，除了女性化之外，一般来说，即使是彪形大汉或者是粗犷型的，也倾向于中性化，也就是在外观上、表情上、身体语言上都绝少散发吸引异性的讯号，而且往往发出相反的讯号。在国内的海报上，无论是身强体壮的工人形象，或者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解放军战士，都是一些中性化的人物，
雷锋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只能归咎于中国文化对男性的设计，与什么封建不封建无关。因为最有男性味道的男性，并不是新教文化的西方人，而是南欧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地中海民族、拉丁美洲、希腊、土耳其、阿拉伯、伊朗、印度等民族所产生的。甚至部分日本男性也比中国男性有雄风。由此可见中国人深受其害的严重性。